俄羅斯奇蹟神話武器的崩塌。大家好，歡迎回到宋说新語。俄羅斯的洲際導彈又爆炸了啊，又爆炸了。這個回就在俄羅斯的這個腹地啊，應該是奧倫堡州的亞斯內發射場。這可不是普通的這個煙花秀啊！大家先看一下這個視頻。嘣，炸了。這很有可能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口中所說的這個所向披靡、獨步天下的撒旦的接班人，叫 RS-28 薩尔馬特洲際彈道導彈。所以又一次在測試中徹底失敗，並且炸毀了。那麼前2天在拜克諾爾發射場損毀之後俄羅斯航天空天它的部隊遭受重大的損失了。這一次我們想一下，這個是號稱能夠携带核彈頭我們就突破一切导彈防禦系統的这個所謂大杀器，所以在試飞階段就自己爆炸了。这就是对俄羅斯所謂軍事實力的最大諷刺。這個背後呢，可以看出俄羅斯軍事工業還是有很大危機的。雖然這個俄羅斯官方它是雲淡風輕，說一切正常煙霧是無害的。剛才我們看到那個蘑菇雲的顏色裡邊是暴露了很致命的問題。這個是橙紫色、紫紅色，就和那個劇毒火箭燃料爆炸後那是一種經典的顏色。這種燃料組合就是大名鼎鼎的氰和四氧化二氮俗稱呢叫氨盂艮基。這種剧毒燃料是很著名的致癌物，而且是诱變劑，毒性是非常高的。俄羅斯過去发射质子號火箭失敗之後呢，哈薩克斯坦就光清理這個環境，每次都向俄羅斯要索7000萬到9000萬美元。屏幕上大家看到的這個綠色區域就是哈薩克斯坦的地圖我可以看到發射場就在哈薩克斯坦的邊境而且呢3面包着這個發射場，只有刮東風它才會向俄羅斯擴散，否則是一定會擴散到哈薩克斯坦的。俄羅斯自己它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才会緊急闢謠說無需疏散。事實是什麼呢？亞斯內發射場它不是普通的運航中心，它是俄羅斯11個核導彈發射基地之一。那麼為什麼一個核導彈基地會發生這種高毒性的燃料爆炸呢？因為這個薩爾馬特導彈它就是沿用了這種高毒性、高風險的前蘇聯時代的燃料技術就是這不僅僅是一回失敗而是對當地的居民和環境的這種巨大威脅。薩爾馬特呢是被西方稱為撒旦2號被普京吹捧為新一代的戰略核武器。普京從2021年就開始宣稱他已經服役了，但事實是什麼呢？他根本就沒飛起來。那麼在2024年的9月21號在普利切斯克發射場在一次測試裡邊就導致導彈在發射井內爆炸，直接把發射井和測試室一塊炸毀了這是另外一次測試。而這次在亞斯內發射場的爆炸很可能就是俄方在炸毀了一個發射場之後，不得不轉移到另外一個老式的發射场進行的另外一次實驗的失敗。這個號稱能攜帶1萬噸有效載荷射程高達這個18000公里的這種所謂戰略殺手它至今還是停留在屢戰屢敗的這麼一個測試階段。那當然了，普京是隔三差五的就宣稱已經服役了，不過他這個我估計是糊弄國內的一個空頭支票那最近一次就是剛不久2025年的10月29號，他說薩爾馬特很快就會服役，看來說的就是這次。所以這個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缺陷更是俄羅斯呢這個軍事工業體系這種老化、管理混亂的一個縮影。大家知道曾經前蘇聯是軍事強國，現在呢是連一枚洲際導彈的測試都屢屢失敗。所以這難道不是我們對俄羅斯真正實力的一個清晰的這麼個揭示嗎？一個連自己的這個核導彈發射都上不去的國家，它的威慑力還能有多少呢？所以薩爾馬特的爆炸讓我們看清了普京口中所說的這種奇蹟武器的真相那麼除了薩爾馬特還有他吹噓的這個叫海燕核动力巡航導彈，這個號稱是沒有對手的但是除了俄羅斯自己的聲明是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證明他成功的測試過。所以俄羅斯的戰略武器
大多数是基於蘇聯時代的這個陳舊技術進行的所謂現代化改造，它不是第一性原理的更新，就這種改造啊，就是帶着它與生俱來的這種高風險、高污染以及不可靠性。那麼俄羅斯的這個軍事力量啊，現在正在被削弱啊，這個不是說我們這麼想它就這麼的啊，而是這就是鐵一般的事實，就每一次的導彈爆炸，每一次的這個技術失敗，都像一把錘子啊，就敲碎了俄羅斯所謂的這個軍事神話。那麼這次爆炸啊，無疑就進一步的消耗了俄羅斯本來就緊張的軍事預算啊，摧毀了它稀缺的這個測試設施。那更重要的是啊，也重創了俄羅斯在世界範圍內的軍事声望啊。所以這一次亞斯内法尔厂的爆炸，加上前2天拜克诺尔这個航天发射场也是在哈薩克斯坦这個爆炸啊，給我們看到了俄羅斯啊它的軍事力量真正水平這麼一個晴雨表啊。我們會清晰的看到俄羅斯的科技和軍事體系已經嚴重脫節，已經開始崩塌，跟不上時代了。所以對於我們來說呀，俄羅斯的軍事勢力的每一次削弱，都是我們值得關注的好消息啊！因為一個虛弱的侵略者啊，他是無法長期的支撐他的野心和這種戰爭的。所以請大家點讚分享這個視頻，讓更多人看清薩爾馬特爆炸背後的真相。你覺得俄羅斯他這個所謂奇蹟武器還能撐多久？請在評論區告訴我的看法。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